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这天，我例行公事，来到自家会所查看生意。刚进会所的门，我就被一个有力的手臂拽住，竟然是我的大学班长，语气中难掩兴奋。任州，我就知道你会来。当年你和孟子莹感情那么好，怎么会轻易放下？我这才看见曲廊尽头的垂花门门口立着的水牌，孟子莹、李青川订婚宴。原来我的前女友孟子莹今天订婚啊！咱们大学同学基本都来了，大家都想你的不行，快来跟大家打招呼。说着，班长就将我往包间带，眼中的戏谑难以遮掩。远处的经理看到我被人拉住，搞不清状况，想上前阻拦，我微微冲他摆了摆手，绕过中式的回廊，穿过两侧立着整块汉白玉雕成的缠枝连纹抱鼓石，班长拽着我直往包间里走。我不自觉地摇摇头，想看我笑话才是真吧。毕业时，我的前女友孟子莹出轨，为掩饰分手原因，他公开我私生子身份，对我进行诋毁和造谣，带着所有的同学孤立我。自那以后，我基本就和同学们断了联系。在他们眼中，我应该还是孟子莹口中那个穷酸的私生子，既不上进，又人品低下。推开一扇紫檀木门，我俩进入包间，全场瞬时安静了下来。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望着我，带着兴奋的、好奇的、鄙夷的光。我可太熟悉这些眼神了。当年我被孟子莹爆出私生子的身份，大骂我母亲是小三，众人看我的眼神就是这样的。只见孟子莹柔柔弱弱地开口：“任州，没想到你还是来了，我以为你还因为当年的事不肯见我。”我无所谓的耸耸肩，我来是因为有工作，碰巧在门口看见班长，才知道你订婚。张静嗤笑一声：“来都来了，还嘴硬什么？谁不知道你当年有多爱子莹？我们又不会笑话你。”张静是孟子莹的闺蜜，当年没少在孟子莹面前嫌弃我穷，说我的坏话。当年我确实很爱孟子莹，在她出轨后，我伤心不已，甚至不惜下跪挽回。可她将我下跪的视频发在了学校论坛，她还在其中梨花带雨地解释，分手原因是因为我的母亲是小三，她不想与这样的家庭交往，还造谣我偷窃，造谣我母亲私生活混乱，搞得我的家事人尽皆知。还有不少人跑到我家闹，用油漆泼门，我也因此背上处分，失去2个参加国际比赛的资格。母亲本就因为这么多年的感情问题一直郁郁寡欢，这件事更是成了导火索，害得母亲患上严重抑郁症。为照顾生病的母亲，我无奈退了学，最终连毕业证都没有拿到。相爱时毫无保留的信任，却成为最后伤我的利器。众人听到张静的揶揄，大家都配合地笑出了声。看到一旁孟子莹的未婚夫，张静装作才反应过来的样子，夸张地捂了下嘴巴：“姐夫不会吃醋吧？这些都是陈年旧事了。”李青川抬抬手中的酒杯：“怎么会？子莹受欢迎，太正常不过了。我也是追了好久才追到呢。”孟子莹害羞地拍了下他的胸口，李青川抬眼看我，气势上居高临下：“任先生，在哪里高就啊？”不知道谁接了一句：“任州刚说自己在这工作。”李青川追问：“这是周氏集团的会所，任先生在周氏任职吗？”孟子莹拉住李青川的手臂：“任州当年玩游戏耽误了毕业，是没有毕业证的。进周氏门槛也需要研究生学历吧？”我觉得好笑，明明是我被他害到网暴退学，他却好像失去了记忆。要说我在周氏任职，
这话也没有错。我祖父当年就是周氏的创始人，父亲与母亲一见钟情后生下了我。祖父不满母亲家事，硬是将父亲绑回了家，我也因此与母亲受尽白眼，被人称作私生子。父亲惦念母亲一生未婚，祖父威逼利诱一辈子，最后也只能屈服。祖父临终前将我召回周氏，给了我一半的股份，任职副总裁。那时我既恨祖父害我们一家分离，又一心扑在我新成立游戏公司新周上，本不想答应，可看着父母好不容易走到一起，可只得答应下来，做了这个挂职。但对于外人，我没必要解释。见我半天没说话，班长接过话头：人周说来，这是为了工作，也不一定是在周氏工作呀，进不了周氏，在这当个服务员也是可以的吧。他看似为我说话，可傻子都能听出他话中的嘲讽。张静笑了，话是对着班长说的，却斜睨着我。这是全城最牛的会员制会所，就连服务员都要会3国以上语言，工资是拿年薪。就认周这没有学历，整日只会打游戏的人，会所录用他是疯了吧？周围又是一阵哄笑。我轻皱眉头，会多国语言是为了与外商沟通准备的翻译，并不是作为招聘服务员的硬性条件。这样的条件难免大材小用，看来回去要跟人事再沟通沟通。李清川扬了扬手中的腕表，继续说道：任先生要是想在这工作，我可以帮帮忙。这的周氏的小周总跟我是好兄弟，一个工作的事不在话下。我从小跟母亲姓，回到周氏后，父亲也没有强迫我改名，下面的人只叫我小周总。我眯起眼睛，确定自己与李清川是第一次见。我什么时候有这样一个好兄弟了？张静眼神一亮，姐夫竟然认识小周总，他可是从不在外露面的。果然厉害的人只和厉害的人做朋友。李清川不在意的摊手，自家兄弟而已。年初给了我家一个新能源的合作机会。我想起年初父亲是提过一个新能源的合作，但项目太小，交给了分部经理负责。我也只是在某次宴会上远远地见过对方负责人一次，隐约记得是个中年男人，想必应该是李清川的父亲吧。我不由得确认道：你是说周氏副总裁是那个新上任的小周总吗？李清川嗤笑：还能有谁啊？有同学小声讨论：哇，子莹的男朋友也太厉害了吧，跟小周总称兄道弟的。小周总白手起家做游戏公司，才几年市值就超过了总部周氏。他认识小周总，以后前途无量啊。李清川摆摆手：都是老爷子的面子，我跟在后面跑跑罢了。你太谦虚了，你没能耐能跟小周总做朋友吗？他可是个眼高于顶的人啊。孟子莹斜靠在李清川肩头，一脸的钦佩。我心中冷笑，这下话编得可真好。班长拍拍我的肩膀：这李清川他爸可是厉害了，跟周总也就是小周总他爸关系好得很，政界商界都说得上话。要说还是孟大校花命好，这真是嫁入豪门了。孟子莹似是听见了这边的对话，装作一副担忧的模样对我说：任周，你可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只知道玩游戏了，还是要有上进心。我顿感无力。交往4年，他只知我天天坐在电脑前忙活，却不知那时我就确定了做游戏的梦想。他也已经全然忘记我努力修学分，拿奖学金，打工，只为毕业后给他最好的生活。他不曾关心我的梦想，更不曾真心爱过我罢了。思绪从往事中拉回，当年的不甘和愤慨早就烟消云散。孟子莹话没停，
不然像你这么没有责任心，什么时候才能恋爱结婚啊？我没空因为他的冷嘲热讽生气，倒是这么一提醒，想起我碰上他的事情，还没有给我的女朋友小柔报备。我紧忙掏出手机，希望没有打扰到他做实验。小柔人前是个高冷的医学女博士，人后却是个为实验结果算塔罗牌的撒娇萌妹。我低头回消息，没有理会孟子莹的话，她略显尴尬地撇撇嘴。张静见好姐妹在我这吃瘪，有些不满。任州，子莹的订婚宴你送什么礼物啊？她笃定我如今过得窘迫，希望看到我囊中羞涩的苦样。我瞥了他一眼，并不在意，继续回我的消息。不然这几桌饭记我账上好了。包间内顿时静了几秒，传来张静夸张的叫嚷声。他边看着包间内奢华的装修，边嘲讽我：哈哈哈哈，你脑子有问题吧？你知道这顿饭多少钱啊？就你请，你看看这包间，是你能掏得起的钱吗？包间内中心悬着3尺宽的景泰蓝盘吃灯，灯下垂着999缕金丝流苏，墙面满铺苏绣碧衣，银线绣的百符文在烛火中如星河暗涌。这是小柔最喜欢的中式装修风格，也是这城中最昂贵的会所。众人听完张静的话，不由得赞叹起这奢华的包间，眼神交流中写满了艳羡和对我的鄙夷。这里怎么看也不是我能消费得起的地方。是啊，我7位数请的设计师能不奢华吗？李清川晃着红酒杯踱到我面前，定制西装袖口闪过范克雅宝的暗纹，语气也从刚才的暗讽变成了直白的鄙夷。任先生应该是第一次来，这里是会员制的，如果不是我家老爷子的面子，我们都进不来呢，可不比你常吃的盒饭贵着呢。班长指着我直摇头，你没见过世面，不知道这顿饭有多贵，你怕是要打几年的工才能付得起。我回着小柔的消息，面带温柔，抬眼看了一下菜色，是会所的入门级套餐，几桌下来应该要个大几十个。我听见班长跟旁边人咬耳朵，他脑子是不是进水了？而张静终于找到了嘲讽我的新话题，手舞足蹈的就要叫经理，快给任州叫经理，人家想花钱怎么还不给机会呢？有的人笑着拦他，任州有病你跟他计较什么？有的人随声附和，任州说了自己要请客，孟大美女给个机会，无论是说什么的，无疑都是在看笑话的。我有点无语，10几年过去了，大家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？就在此时，包厢门被推开，服务员还真的被叫来了。服务员是个生面孔，抱歉的欠了欠身，不好意思打扰了，哪位是尾号355宝马车的车主？团支书懒懒地举手示意，抱歉先生，您刚停车时跟旁边的自行车，看来是停车时跟一旁的自行车发生了剐蹭。没等人说完，团支书摆摆手，算了，不用赔，我不介意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您的车子蹭到了别人的自行车，需要赔偿。团支书愣了几秒，没回过神，哪有自行车停在车位上的？是他先不遵守规则。李清川也觉得自己客人被追责，自己理应站出来帮忙，真是意外，这么高端的地方竟然还有骑自行车的人，不要扫了大家的兴，多少钱我来赔。张静转头看我，阴阳怪气道：哎呦，这自行车别是我们任州的吧？众人的目光随即又落在我的身上，我眼皮一跳，不会真的是我的吧？这是小柔上个月才送我的崔克 X， 弄坏了我真是没法交代。服务员顺着目光看我，请问您的自行车停在了02的车位吗？还真是我的。
这服务员应该也是才来没多久，不知道这车位是我专属的。这自行车更是我第一次骑，员工们都没见过。我压下心底的不快，是我的，不知谁接了茬，还真是只有他才能这么掉价。来这吃饭，居然骑自行车，太丢人了！我都不想跟他一桌吃饭了。他不会还想让人家赔偿吧？对呀，赔吧。等专业的理赔看过后，我给你说个数。团支书愣了2秒，发出爆笑：你别一天的看霸总电视剧，这自行车剐蹭可是没保险的。你当自己开的是汽车呢？你说你多钱买的？我直接转你全款。大家皆是一脸不可思议，似乎我讲了什么天大的笑话。张静笑得简直要背过气去。人周我给你赔2辆够不够？团支书，怎么好让你破费？是我蹭的，当然我来赔。班长也站了起来，摆了摆手，这怎么能是你的问题？谁能想到有人会骑自行车来啊？我自己的车位就是停个球鞋，跟他们也没有关系，何况还是我先停的。他只不过看着是辆自行车，蹭了也不值钱，才不当回事的。班长再看向我那刚好有个电动车，就送你了，刚好也能方便你拓宽个副业，没事做个代驾。我的自行车成了他们相互抬面子的工具。进门这么久以来，我第一有了想发火的心，如果是别的，我都能忍，可是这是小柔送的礼物。一旁的服务员听着离谱的发言，终于忍不住开口了：抱歉，那自行车应该不是普通的车子，是崔克 X， 应该上百万了。我们酒店看到车辆价值过高，所以来问问需不需要报警。一时间饭桌上安静了，众人的目光全都聚焦在了我的身上。团支书木讷地干笑了一声：你开玩笑吧？什么自行车上百万？班长附和：对呀，就他还能骑上百万的自行车。我生气地拍了下桌子：那是我女朋友送的。众人交头接耳，就凭他也能谈上白富美？张静愣了几秒，阴阳怪气道：哦哟，别是傍上富婆了。有人回过神来：对呀，要是个老富婆可是说得通了，我们人州还是有几分姿色的，哈哈哈！嘲讽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。张静跟孟子莹打趣道：怪不得啊，看来跟他那个妈一样啊，灌3了。孟子莹佯装制止，捂嘴偷笑着碰了碰他，他却满不在意。有什么不能说的？张静的声音陡然升高：大伙谁不知道他人州是个私生子啊？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就凭他自己能买得起那么贵的车，别是趁富婆不在家骑出来撑面子的吧？快去看看吧，别真搞坏了，跟你那富婆奶奶怎么交代啊？我怒不可遏，砰的一声摔了杯子，少满嘴喷粪。我妈跟我女朋友不是你这种造谣生事的人可以诋毁的了的。我转身离开，一心都是自行车，别真给撞坏了。张静依旧不依不饶，大喊着：人州，你刚才不是吵着要结账，这不刚好服务员来了？大家哄笑成一团，窃窃私语讨论着我的自行车。你说这富婆多大啊？会不会一脸褶子啊？关了灯都一样的，哈哈哈哈！人还是不要脸才有钱赚，刚还嘲笑人家呢。最可怜的还是咱们这辛辛苦苦上班的。我懒得理他们，只想快步离开。一回身，我撞上一个西装革履的50多岁的中年男人，他端着酒，这一撞酒洒了我一身。身后李清川大声责骂着我：人州，你会不会看路啊？快给我爸道歉！只见面前的男人一把抓住我的手：哎呦，小周总，您今天在会所啊？我还说一会儿给您敬个酒去。我抬起眼，这个男人好像有点眼熟，定了定神，终于想起来，刚说的新能源项目的合作公司负责人
好像就是他。李清川指责我的话被他爸打断，僵在了原地。包间里的气氛瞬间被冻住了。李总没有察觉，只向自己儿子介绍起我来：“小川，快给小周总打个招呼，人家就是这会所的老板，你的订婚宴要谢谢人家呢。”几秒钟，全场无一人说话。李清川从牙缝中挤出一句：“爸，你说他是谁？”“小周总啊。”老李总回答完，转过身给我道歉：“这孩子没见过世面，真是不好意思。”李清川木讷地开口：“你是说这人是周氏的小周总，是那个开公司不到1年就荣登游戏榜首公司的小周总？爸，你会不会认错了？”“我认错谁？能认错小周总吗？”孟子莹惊呼：“怎么可能啊？他连毕业证都没有啊！”我面沉似水：“对啊，还要谢你害得我退学，不然有毕业证找工作，我也不会去创业了。”孟子莹脸色僵硬，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，摇晃着李清川的手臂：“老公，你不是说你见过小周总是兄弟吗？不是他对吗？”李清川不耐烦地将手臂抽了出来，嘟囔道：“别问了，烦不烦？”众人这才明白，李清川刚说认识小周总的话，不过是吹牛罢了。大家都没反应过来，刚才还被自己踩在脚下的垃圾，怎么摇身一变成成功人士了？众人从刚才的震惊中渐渐回过神来。好家伙，这任周真是个有钱人啊！我还是觉得离谱，任周怎么可能是小周总啊？李清川他爸不会再骗人吧？你看李清川的脸色，他爸总不可能骗自己儿子吧？这私生子还真是了不起啊，是靠了他妈的本事吧？老李总听着众人的胡言乱语，整个人都着急得面部充血，捧着酒杯的手微微颤抖，大嘴一张，吐沫星子乱飞。你们胡说八道些什么？小周总是周家唯一的儿子，怎么会是私生子？周总也是结过一次婚，就是和小周总的妈妈跟母亲姓，是因为周总爱老婆。新洲游戏是小周总一手做起来的，市值早就超过周氏了，谁帮扶谁啊？这会所就是人家游戏公司名下的产业。他避重就轻地解释了我的家世，我还是感激的。一番话说完，我看见李清川的嘴巴长得能塞下一个鸡蛋。孟子莹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张静惊了一跳，也忘记该扶起他。团支书的脸色更是铁青，大概是想到真的要给我赔价值100万的自行车了吧。班长捂着嘴巴，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。任周是这里的老板，是那个商界奇才小周总。李清川阴恻恻地开口：“行啊，任周，骗了我们一晚上，你很爽啊？我没那么无聊，都说了我在这上班，是他们不相信的。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。”老李总看了看众人的氛围，心跳的咚咚响，生怕得罪我，迟疑着开口：“小周总认识我儿子吗？”看了下李清川几乎痴呆的表情，我冷笑：“我是新娘的大学同学，视察会所刚好碰上了，进来讨杯喜酒。”“哎呦，这巧了不是？咱们可真是有缘分啊！”“是啊，缘分啊，还得是班长反应快，一个机灵站起来，差点掀翻跟前的碗筷。只见他端起桌上的酒杯，就向我赔罪。哎呦，真是没想到，任周，不，小周总这么厉害。”我有眼不识泰山了，痛快地连干3杯。啪啪，杯子还没放下，立马借劲扇了自己2个巴掌。我吓了一跳，只见他通红的脸上已经落下了2个发白的掌印。见风使舵，还得是班长啊！刚才看笑话的同学们也被班长的巴掌打得醒过神来，纷纷拿起酒杯示意。哎呀，成立公司1年能拿下年度游戏，这除了我们年年第1的任周同学，谁能做得到啊？
说的就是啊，毕业证那都是没用的东西。对啊，对啊，大家纷纷附和起来，眼神交流中尽是谄媚。余光中，李青川甩开了孟子莹的手，默默地拉开来了两人的距离。只是两人的脸色都黑得难看。东东经理敲门而入：“小周总，顾小姐来了，正在找您。”我打断老李总的话，示意我女朋友到了，我得赶紧走了。谁料他一听是小柔来了，忙叫经理将小柔也叫进来喝喜酒。顾总就在隔壁主桌上坐着呢，让顾小姐进来跟他爸爸打个招呼。小柔穿着香奈儿早春高定走进来，实验室白大褂还随意搭在臂弯，她颈间那条格拉夫钻石项链在吊灯下折射出令人眩晕的光芒。小柔应该是看到了我的信息，专门来找我的。她端着标准的微笑，举起酒杯向众人示意，若有似无的雪松香驱散了我刚刚心头的郁结。我向众人介绍着我女朋友顾小柔，众人挤出一抹尴尬的笑。小柔趁大家不注意，捏着我后腰上的肉，小声地向我撒娇：“哼，参加前女友的订婚宴，还弄坏我送的礼物，你给我等着。”而我只觉得她可爱极了，我急眼求饶：“真是个意外。”跟大家敬了酒，小柔挽着我的手臂向老李总道别：“听说我爸在隔壁，我和任周去打个招呼。李叔叔，您继续陪客人吧。”李总殷勤点头：“我陪你俩去，让他们同学自己玩。”说着就要陪着我俩出门。啊！在众人呆愣的眼神中，孟子莹突然起身尖叫，惊了众人一跳：“任周，你居然敢骗我！你说你家连10万块都拿不出的！”我看着这个我爱过的女人，只觉得自己眼瞎。我当时是只能拿出10万，但我一直都没放弃努力。我许愿会给你更好的生活，是你不要的。孟子莹恨的声音都变了调：“不可能！你个私生子，你连毕业证都没有，又穷又不上进，凭什么能有今天？”众人倒吸一口凉气，睁大了眼睛。我正要开口，小柔抬手拦住了我的解释，目光如炬地看向孟子莹：“凭什么？你当他躺在家里就直接年入过亿了吗？你要是看过一眼他在大学时做的程序，就应该能认得出，如今新洲游戏公司的年入20亿基本算法就是那个时候写的。”孟子莹精心打理过的美甲死死扣住桌布，面上露出狰狞的笑意。那又如何？他再牛逼，还不是为了挽留我，向我下跪？众人相互递着眼神，都这说这女人疯了。我靠，孟子莹疯了吧？她还当人家是任周呢，现在可是小周总啊！刚认周庄琼也没听见他嘲讽几句，怎么这会见人成功就疯了？嗨，说到底是怪自己错失了金龟婿，失了面子，不至于吧？他家李青川也是富二代呢，校花哪能容忍自己看不上的人现在过得比自己好啊？许是我的成功刺激到了他，许是李青川刚才的甩手让他产生了不安。大家都想不明白，就算失了面子，孟子莹怎么突然就翻脸发疯了？小柔，谁还没有过一段感情了？真心爱一个人有什么丢人的？如今他爱的是我不就行了？孟子莹斜着嘴角，5年过去了，我一个微信，他不还是屁颠颠的来参加我的订婚呢？顾小姐不清楚他当年有多爱我吧？李青川试图拽住他的手臂，也放了下来，转过身去，嫌他丢人，有毛病，这女人疯了。我翻了个白眼，我刚都说过了，今天是我例行视察会所的日子，碰上你纯属巧合。孟子莹梗着脖子，遮掩罢了，你敢说你没看我的微信？小柔轻轻抬起手来，我作证，她真没看。
我玩他手机，看见你发消息，他说太久不联系，忘记删你了，他消息都没点开，就顺手给你删了。不信你现在发个消息看看。你。孟子莹被噎得说不出话来，我无奈地摇摇头，向一旁看愣的李总示意了一下，揽着小柔出了门。班长在身后夹着嗓子叫嚷着我：小周总，没事常跟同学们聚会啊，我实在不想留在这里了。这里的每一个人，于我的人生而言，都是一段或轻或重的伤痛。出了门，我拉着小柔往隔壁走，她却不愿意。回家吧，我刚给我爸说过了，就不去打招呼了。我皱了下眉，知道准岳父在隔壁，不露面不好吧？我气都被气饱了，实在不想再应酬了。你放心，我爸那儿我解释，女朋友生气了，还有比这更恐怖的事了吗？我顿时一身的冷汗。我能解释的，我真把他删了，你看见的，我也没问过别人。你不信你，行了，我都知道。我一愣，知道啥？我算过塔罗牌了，牌里说你对那个孟子莹早就没感情了。我张了张嘴，谁能相信一个医学博士是靠玄学思考问题的？但你别说，算的还真是准。见我愣住，小柔撇嘴：怎么了？不准啊？没，我这不是被他准的震惊到了吗？你这是什么叫？也让我信一信。小柔没有了外人眼中的高冷，小虎牙笑起来像朵亮丽的小花，冲我翻起白眼：什么呀？你根本不懂。该死，我又被他可爱到了。我不懂可以学呀。那你们这个叫有没有说告诉你我很爱你啊？有没有说咱们啥时候结婚啊？小柔加快了脚步，似乎是有点嫌我烦的样子。哎呀，你好吵啊！隔天，班长就给我打来了电话，跟我汇报前一晚我走后发生的事情。李总当时脸就黑了，虽然没说孟子莹什么，可是当着众人的面把自己儿子骂了个狗血淋头，一句一句都是骂给孟子莹听的。我看他嫁豪门的梦要碎啊！我弹了弹裤子上的灰，班长，这事跟我没关系，你还有什么事吗？班长愣了几秒，似乎是终于想到了一件与我有关的事。团支书那奔驰是租的。哎呀，他那天听说了你自行车的赔偿费用，这一宿都在跟同学们借钱呢。这倒是有点意外，但只要不影响我的赔偿，我还真懒得管啊。同学们都在群里都在夸你呢，我一会把你拉进群里吧。同学聚会什么的你记着来啊，加群也不影响什么。我答应了下来。一进群，班长说的果然不错，满屏都是夸我的信息，从外貌到才华，能想到的角度都有人夸。我无奈地笑了笑，这要是看见我吃饭，不得夸我吃得又快又好。任州在大学就代表学校参加国际竞赛呢，如果不是退赛，咱们学校可是靠着人家拿金奖呢。就连张静也向我发来了好友申请。任州哥，我是静静，您家下我从没见过。他如此夹着嗓子对我说话，我没同意，只当作没看见。又过了半年，在一次酒会上，我见到了李清川，已经没有了订婚那天的张扬，一副颓废的模样。见到我，还是过来毕恭毕敬的给我敬了酒。小周总，对不起，那天是我狗眼看人低，你打我骂我都可以，只是新能源的合作能不能别取消？我们李氏为了这个项目，前期已经投入了全部的身家。他说的诚恳，几乎声泪俱下。如果不是见过在订婚宴上的他，我几乎要相信他是个老实可靠的人。我看到不远处的李总默默地盯着这边的动静，看来是他爸下的任务。李清川低着脑袋，手指死死地抓着裤缝。我跟孟子莹取消婚约了，在此之前，我不知道她是这样嫌贫爱富的女人。小周总要是还生气，我就去把他家人赶出。
李清川，我打断他，你和孟子莹现在都跟我没什么关系，你打压他在我这是邀不到功的。我轻笑了一声。至于新能源的项目，还没有重要到需要我跟进。我转身离开，有老总拉着我讲起他们公司的新项目，只留李清川在原地发愣。酒会上我还见到了一个人，那就是团支书，看样子是花了不少钱才搞来的入场券，是来找我赔偿自行车的。理赔下来了，前车骨受损严重，维修要30万。团支书的态度已经完全变了样，好话说尽，只为延迟几天还钱，完全是当初那副不放在心上的模样。我也不是故意在刁难他，只是也做不到原谅，答应宽限几天，按时赔钱就好。他看到了我和李清川谈话，像是补刀般的说起细节。孟子莹没结成婚，李总暴怒，直接解除了婚约。李清川也嫌他丢人，现在名媛圈都在说他克夫，跟你在一起时你发展的不好，一分手就飞升了，没人再敢追他，更怕得罪了你。张静跟他混，不过是想借着他也嫁个豪门，如今见孟子莹帮不上忙，直接拉黑了自己的好姐妹，还四处说跟你是大学同学，想借你的光傍大款，还真让他找了个比他爸岁数还大的老头。他撺掇人家离婚，上周让人家老婆找人打断了腿，想我有听到这，我真是一愣，放下了酒杯。团支书讲得兴高采烈，跟李清川一样，妄图用别人的悲剧在我这邀功，减缓对我的赔偿。但对这些人，我早就不在意了。我站起身，打断团支书的话：“抱歉，我还要接我女朋友，这些事我不感兴趣，以后不用告诉我了。没有这些困难，我确实不会拥有今天的一切。但是要让我感谢这些人，我也做不到。人总是要往前看的，我正是因为走出来了，才能有今天的日子。有些事就留在回忆里，当作经验存在就好了。”我出了会所，我骑着自行车去研究所接小柔，美好的未来就在我的脚下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